周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应约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这也成为中美经贸高层近期第3次沟通。商务部发言人当天也表示，双方经贸团队保持沟通，如有进一步情况会及时发布。而与此同时，美拜登政府却继续在全方位对华释放竞争信号。分析认为，相关举措更多是为服务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作为全球2大主要经济体，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在经贸领域都有各自重要关切，但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来探讨解决之道。最近一段时间，刘鹤副总理与戴奇大使和耶伦财长分别通话。当天早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就中美商务领域内有关问题和彼此关切，坦诚务实地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中美商务领域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同意推动贸易投资务实合作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分歧。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工作沟通。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但近期，美国总统拜登再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涉军企业黑名单增至59家。在今天的商务部记者会上，高峰就多次提到，应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我们注意到，美方撤销了上届政府针对 TikTok、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有关行政令，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但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同时要求对外国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进行审查，而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在对 TikTok 进行审查。我们希望美方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拜登要求美国商务部展开新的安保评估，审视涉及外国对手，包括中国拥有或控制或由其管辖人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应用程序，可能对美国和国民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及经济构成所谓威胁。行政令还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和国土安全部长在60天内向商务部提供相关的风险和安全漏洞评估。目前 ，TikTok 拒绝评论拜登的行政命令，而 WeChat 则未有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并重申了中方对于相关问题的原则立场：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行径，公平公正、非歧视性地对待中国企业。美媒引述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许伦的话表示，特朗普签署过4项有关保护信息的行政命令，拜登只是撤销了后面3个针对 TikTok 和 WeChat 等中国应用程序的行政命令，还有1项是特朗普2019年5月签署的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外国对手对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的威胁，并授权商务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居民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交易。古许伦认为，拜登没有撤销这项要求美国政府防止信息转移至外国对手的基本框架，在理论上，他仍有权对那些公司及其他对美国个人数据构成潜在威胁的公司采取行动。拜登政府对一系列我们说这种企业的这种审查呢，不会放松。在这个打这种科技封锁或者科技打压的时候，有一个区别，特朗普政府呢实际上是激推这个科技脱钩。而拜登政府呢，可能是小院高墙，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范围会收的窄一些，但是呢，要进行精确打击。除了经贸领域，拜登政府在外交安全领域更是毫不掩饰对华遏制的意图。美国国防部官网周3发表了一则简讯，披露了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发布的一项内部指令，他将把国防部的努力聚焦在应对中国上。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奥斯汀表示，该指令旨在通过提高五角大楼的能力，振兴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增强威慑力，并加快发展新的作战概念、新型能力、未来部队态势以及现代化的文职和军事人员队伍。报道还表示，该指令还将涉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但相关细节仍将保密。今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成立了一个由23人组成的国防部特别工作组。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指出，此次出台的指令正是该工作组提出旨在评估美军对华战略建议的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对此回应称，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战和零和思维，但凡提到国防力量建设，言必称中国挑战，打中国牌成了美国增加军费、扩张军力必用的借口。美方所谓的应对中国挑战，包藏着谋求无限霸权和绝对安全、遏制中国的祸心。大家也都清楚，美国在全球拥有800多个海外的军事基地，建国以来仅有16年没有打过仗，谁是威胁，谁是挑战，一目了然。我们敦促美方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停止动辄拿中国说事，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在周二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算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提到了中国。他将对华关系形容为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并渲染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在军事、经济、外交和政治上扰乱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布林肯在解释向国会提交的585亿美元额度预算时说，这些资金将用于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力地位，包括重振盟友伙伴关系、对华竞争、捍卫国际秩序等领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刘飞涛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无论是奥斯汀还是布林肯的最新表态，都可以看出，在美国当前国内政治极化背景下，拿中国说事儿、炒作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拜登政府推进国内政治议程的手段和工具。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现在的这个民主党执政，他们都需要对国内的这个政治力量进行动员，都需要弥合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分歧和社会分裂。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以这个拿中国说是锁定中国，实际上呢是并不奇怪的。布林肯还在听证会上表示，尽管中美两国的对抗正在增加，但双方仍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必须从强势地位出发，处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就在布林肯讲话的同一天，美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向美国的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周三的央视国际锐评就表示，中国发展的目标从来不是取代美国，而是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国欢迎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良性竞争，但不接受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不允许任何人剥夺自身正当发展权利，谁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美方一些人若一意孤行，终将作茧自缚。中国需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需要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需要捍卫中国企业的利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想这个美国向这个国际社会，或者说向这个美国国内社会推销对华战略竞争这个导向或者这个思维的时候，实际上他应当想一想，这种恶性竞争的后果是什么？不要光想着这种竞争我一定能赢，但一定要想到这种竞争会造成什么后果。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今天应约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通话，同意推动贸易投资务实合作、健康发展，妥处分歧。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就中美商务部长的通话交流，外媒今天高度关注，包括路透社、彭博社、NBC 等等国际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电稿。香港南华早报今天说，这是中美2周以来第3度坦诚务实的交换意见。彭博社电稿呢，更是直接以此来作为标题说，中美同意推动经贸关系的发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高级别对话延续此前的一个惯例安排，无疑呢将是由刘鹤副总理和美方贸易代表以及财长来牵头。那么前2次视频通话也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安排的连续性。
那么媒体对中美部长级的通话特别关注，当然是期待中美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能够全面重启，期待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能够继续往下走。但是呢，必须要指出，对此呢，恐怕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虽然中美经贸官员对话沟通也已经常态化，但是呢，可能冲击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非常事态，近来呢，实际上也有激化之势。比如呢，美国媒体这2天都在热炒，最快会在今天，美国将会再次打出台湾牌，重启与台湾方面的所谓贸易投资谈判。而拜登呢，他已经抵达欧洲，他在首次外访中如何来操弄涉华议题，尤其是如何鼓动所谓的对华经贸竞争，我想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影响未来中美高级别经贸对话磋商的一个重大的变量。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